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添加剂。有很多添加剂，有加汽油里面的，有加机油里面的，甚至变速箱，还有动力方向盘油壶，他们都有他们所谓的添加剂。那今天来讲只是比较属于机油方面的。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前几天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说，他也是骑一代的，一代进站，然后他最近加了某个牌子的机油添加剂，然后他说车子变得很平顺，震动变很小，声音也变很小。其实添加剂这种东西，从最早期比较主流的就是二硫化钼，当然二硫化钼现在是蛮多人在使用。某一次因缘巧合啦，我有看过一些报道，跟一些朋友聊过。添加剂不是不好，而是说像我的进站，我现在在做补充机油的动作，因为我的进站它会吃机油。毕竟从那么多年了，然后引擎都没有整理过，内部都没有整理过。吃机油这个东西，其实吃机油每台车都会有，甚至之前我在影片里面有聊到，吃机油可能从新车一开始就存在，只是那时候的机油消耗量非常非常少，可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毕竟机油在高温下，它还是会蒸发，产生机油蒸汽。所以说，烧机油，应该这么说好了。如果你对引擎它的运作方式跟构造比较了解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机油的消耗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只是说在新车的时候，它的机油消耗量非常非常小，你机油减少的程度几乎看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随着引擎的运作高温，然后加上一些磨损，慢慢的机油就会开始慢慢的减少。一开始除了机件损坏以外，一开始最常发生的地方就是气门油封，因为毕竟气门油封它就是把气门杆包住，然后气门在里面做动。之前有一部片子我有聊到，其实整颗自然吸气车，整颗引擎最热的地方，当然一定是燃烧室，然后再来就是燃烧室的四周，这是最热的地方。然后气门导杆，它又是延伸进去燃烧室里面，所以它会把里面的温度往外传。然后气门油封它又是包在气门杆上，所以它这边受热的几率非常非常高，温度也很高。然后久了，气门油封里面的那个橡胶，它会开始硬化、老化，它就会开始缩或者有裂。因为保壁盖里面，它机油会一直在里面泼溅，就是要去润滑那些凸轮轴，然后或多或少都会有机油沿着气门杆往下跑到燃烧室里面，跑到燃烧室里面是不是就慢慢的流到燃烧室里面，然后就引擎在运作的时候就会被燃烧掉。最开始的机油消耗会从气门油封开始，然后慢慢的，当活塞或者缸壁、活塞环，它如果被积碳卡住，然后或者说缸壁磨损，因为活塞在运作的时候，它下到最下面的时候，机油它有一个机制，它会把机油往上喷，
喷到缸壁啊，或者说活塞群，就是活塞的下半部，然后让它去润滑。但是当你的活塞环或者缸壁过大的时候，当油喷上去，活塞环往下跑，然后它没办法把所有的油刮除的时候，缸壁上就会残留机油。然后当引擎爆炸是在燃烧的时候，它就也会把那些机油烧掉。基本上机油消耗最主要的原因就这两个，在正常情况下，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如果引擎状况正常，以前我也是会加，但是到后来慢慢不加，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引擎，就像刚刚讲的，你机油消耗，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事情，而且可能从新车一开始就存在。那像机油好了，机油大家都知道，机油可能如果你久没有换，甚至说不幸的进到燃烧室被燃烧掉的话，它会产生积碳。但是如果你的你的机油消耗是属于比较正常的话，整个活塞室它里面的积碳累积是很轻微的。但是如果有那些添加剂的加入的话，像可能二硫化钼啊，或者说其他新型的添加剂，甚至一些修补剂，因为我们一般人没办法去得知说那些添加剂，它如果经过高温燃烧，它会形成什么东西，甚至说它燃烧完后的气体排放出来会是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其实像我好了，我最怕的就是，如果我加了添加剂，然后我的车又在吃机油的话，如果它燃烧完后的那些产物比积碳坚硬，又刚好卡在可能活塞环啊，或者说气门口上，那它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个我不是很清楚。那我们以积碳来讲好了，活塞环如果卡积碳卡久了，它会导致活塞环的作动，因为活塞环它稍微会撑开，去增加活塞跟缸壁之间的密封性。那积碳大家也知道，如果积碳太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刮伤缸壁。那相对的，如果添加剂经过燃烧以后，它形成的物质比积碳更坚硬，然后比积碳更难处理的话，因为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人都会建议说，有空的时候，让车子稍微跑一下，就是转速拉高一点啊，或者说比较长时间的高速行驶，它可以帮助排积碳。那如果那些添加剂，它燃烧完的产物没办法去透过拉转速跟长时间的高速行驶去清除的话，那是不是会对引擎产生更严重的伤害？这个是我顾虑的点啊，因为毕竟，目前我这台车是我唯二的交通工具，但是以每天工作来说，它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因为可能时间上跟工作的环境，我如果开车去的话，会真的非常麻烦，非常不方便。所以摩托车是我唯一的选择。那我毕竟酒足饭饱以后才能去想很多事情。那在这种状况下，目前我也只能要求我的进站能够安安稳稳的把我送到工作的地方，然后平平顺顺的把我从工作的地方载回来。所以基本上，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都是顺顺的骑它而已。
当然，如果可能赶时间或干嘛，我就会骑得快一点。那以我的经验来说，年纪这么大的摩托车来讲，它吃机油的消耗量算是正常。我每个礼拜都会巡一次机油。那大概目测的话，大概一个礼拜可能会吃掉100多 CC 吧。然后再加上我一样是每1000公里换一次机油，只是我每个礼拜我会固定的去添加，把它减少的机油补充回去，然后到1000公里的时候再整个换一遍。因为毕竟如果你不换机油的话，那些劣化的机油一直在下面，你一直添加的话，新进去的机油没多久也是开始会马上劣化。所以说，如果各位朋友你们的车有吃机油的话，当然可以的话，就是赶快把它处理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车每天都必须陪我上下班，所以我没有时间能够好好的把吃机油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目前我知道我只有气门油封那边会漏油，然后如果顺骑的话，气门油封那边漏的油量很小，但是如果骑快一点的话，可能就会消耗量比较大。那再回到气门添加剂，像坊间还有一种机油添加剂，它是属于修补类的，它可能就标榜说可以让一些橡胶的油封恢复弹性。这个东西我有试过，它有效，基本上它是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可能没办法持续很久，可能你加一次撑个半年1年有可能，然后再加上以前听过一个例子啊，有朋友加了机油添加剂，就是修补型的机油添加剂进去以后，结果刚开始漏油止住了，但是好像隔了半年多吧，他的车子就疯狂的漏机油，漏得很严重。结果送去修，保养厂的师傅是说，他添加的那个橡胶，俗语说的就是橡胶膨胀剂是有效果，但是它的那个膨胀效果一直持续，就变成说它的橡胶一直在膨胀，甚至就开始变质变软，久了以后，整个那个类似油封的那种橡胶，整个就裂掉，然后就开始疯狂吃机油。只能说像这种修补型的添加剂有效果，但是只能应急使用，你还是要找时间去把损坏的油封啊、一些欧林啊去做个处理、做更换。然后像水箱精、水稻，它也有所谓的修补剂，就添加剂。那个多半都是像水稻的，就是在补漏水，那个也是有效果，只是还是那句话，这种效果可能都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到了最后，还是必须去修复那些坏掉的零件。那总之，添加剂不是不好，而是你要看你的用途。像我刚刚讲的，比较属于润滑型的添加剂，你可能就必须跟我一样去思考一下，如果添加剂不小心加入燃烧以后，它产生的产物会对引擎造成什么后果？然后，如果是像水箱啊那些止漏型的添加剂的话，可能
还是那句话啦，就是添加剂可能，添加剂可能都只是个过渡时期的东西。因为毕竟，如果真的有效的话，从最早期的很多什么爱什么强的添加剂，那时候之前就很多添加剂，为什么到了后面好像就无声无息的感觉？我只是觉得说，如果添加剂真的这么有效的话，它应该会长长久久的贩卖下去，它不可能卖，应该不可能卖个一阵子以后就销声匿迹。而且以我们以引擎在用的添加剂好了，如果真的这么好用的话，那一些赛车，甚至有使用到机油的一些可能军事的啊，或者说比较科技领域的东西，他们应该也会一直沿用才对。就像之前跟各位聊到一些改装品的迷思，很多人说加了什么东西很有效，那如果真的这么，譬如说省油好了，你加装了什么东西又省油，马力又大，那如果真的效果这么好的话，那为什么赛车不装？像耐久赛好了，耐久赛他每次油跑完，他还会回来加油，所浪费掉的时间可能会让他掉了很多名次。那如果那些产品真的这么好用的话，那为什么那些赛车上面看不到？所以在那一片里面，我跟各位聊到说，如果你想要加装一些什么产品的话，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些产品在什么东西上有出现过，而且是长时间的使用。好了，那今天这个关于机油添加剂添加前必须去思考的一些东西，大致的介绍就到这边喽。谢谢各位，拜拜。